亲爱的灵魂家人，今天我们通过塔罗牌占卜来连接一下你的月老，让他来告诉你什么时间你可以遇到你的浪漫爱情。这个人出现在什么地方？他是已经出现了吗？还是说在未来呢？让月老给你一个确定的讯息，也让你知道当下呢需要提前去准备什么，在情感出现的时候怎么样去做，可以助攻你的爱情更加的顺畅，或者自己呢有更多的爱情技巧，让我们获得更强烈的幸福自知感。目前桌面呢有3组塔罗牌，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我们要从其中一组牌卡进行选择聆听哦。所以左边是第1组，给大家展示一下牌卡，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我们要来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选择牌卡，让我们用能量去进行视频连接。首先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深呼吸，把我们的腰背挺直，肩膀下沉，大口吸气，大口吐气，尽可能的放松，什么都不想，把专注度放在我们的呼吸上。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月老，请给我的新浪漫爱情，感谢你的牵线搭桥，感谢你的指引，我会幸福的。许愿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组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如果你看到的是2张牌卡之间的话呢，那左右两边都听一下吧，一定会有给你积极的讯息的。在聆听牌卡之前，公屏打出来，领取好运，接受宇宙的祝福，接受月老的姻缘，接受幸福等等的字样，让我们表达对宇宙的感恩之心，也可以让我们提高吸收整个视频的能量哦。选择好之后，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月老要给你的讯息咯。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Jessie 的频道，记得订阅 Jessie 的频道，我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当然，这是大众占卜，不会100%的对应到每个人的身上。如果你需要老师为你做私人占卜的话呢，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也有我的对应联系方式，加我为好友，申请占卜个占这样的字样，我就会加你好友了。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月老为你准备着怎样的新爱情呢？那么首先看到你近期的状态不错，你其实已经准备好进入到爱情里面了。在人际关系里面，你是大气的、宽容的、有体贴的，会懂得照顾周围人的情绪哦。而且自己呢，即使你是男生的话，都散发着母性的这种光辉哦，给人一种很强的亲切感。跟你待在一起呢，是非常舒适的，而且你也愿意真实的去展现自我，不隐藏自己，不去包装，不去假装的要去建立一些神秘感。喜欢呢，你是会传递这种信息出去的；不喜欢呢，你也会淡淡的拒绝。同时，遇到新的情感的话，你会愿意去坦诚，在人际关系上面，当下呢是给予足够的成熟度，也是给予足够的深情关怀的。另外呢，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你也是保持着比较好的平衡，谁对你好，你记着，你也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呢，去还这份情，心里面呢是充满着感恩，也是很礼貌、很有修养的，那懂得说谢谢，也愿意去给予接受新的一些关系，并且也愿意投入到更多的一些精力，为人上面呢也是非常大方的，希望跟别人建立一个很平等的关系，互相的尊重，互相的一起分享，一起玩乐，把美好呢积极带给周围的人。如果周围有人需要你帮助的话呢，你也会去乐于帮助他人，内心呢是非常积极的，而且也是在一个
精神世界很丰富，有满足自我爱的能量上面。五角星牌卡的王牌，这张牌卡很好哦，代表着你即将有新的一些转变开始了。那么新的爱情呢，即将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哦，你会有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呢，可能是充满着希望跟机遇的时刻。你只要在近期呢，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的寻找机会，相信爱情在6个月之内应该就来到你的身边了。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你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夏天，最晚的话呢，应该是冬天就会遇到自己的 Mr. Right。 也有个别的朋友，可能这个人已经出现在你的周边，出现在你当下活动的磁场空间范围里面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你自己呢本身已经准备好，你已经没有任何情感的消极能量啊，你也从过去的一些情感经历里面已经反省很好了，已经完全的治愈自己了，对于未来呢是充满着希望的。你愿意去锦上添花，把自己的快乐分享给他人。那么出现的这个新浪漫爱情呢，它的个子还不错，应该是标准身高或者是标准身高偏高的，他不会很胖，但是身上呢是有一点肉肉的，最多就是微胖。这个人哦，他非常注重感觉，他其实是一个多多少少有一点外貌协会的。他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感觉非常的好，你们2个人聊得很开，聊得很来。他的年纪呢不会比你小很多，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他敏感，但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化，尽量会给别人好的一些情感输出。在情感上面呢是比较稳定的，不会有太多的大起大落或者是脾气暴走所以是一个爱好和平和谐的人。他能尽可能的去感同身受，站在别人的角度呢去思考问题。他也可以去理解或者是应对各种情感上面的挑战。跟人际关系上面呢，处理情感问题的时候，他大多数都是冷静的、平衡的、公平的，好好的去思考，不要去让自己太过火了。他脾气很好，不喜欢说脏话，一般呢不会生气。大家遇到任何问题的话呢，我们积极的去做清晰的沟通就好了。他可能是有一定的情商的，不会完全感情用事，喜欢思考，感性跟理智呢是可以平衡的，不是一个恋爱脑哦。这个人的智慧还不错，比较聪明，也喜欢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新的文化都愿意去研究。他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都还是比较强的，虽然他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可能也是一个想的比较多，然后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担心啊，也会有一定的焦虑啊，不太容易相信别人，但尽可能的他会让自己保持一个镇定。有时候他可能不会把自己所有这种情感表现在脸上，也许内心呢他已经非常的热情，已经有很强的兴奋感了，但是表面上面还是比较冷静的，不是一个很容易猜透的人，也不是一个很容易读懂的人，所以你会觉得他是有比较可爱的、比较稳重内敛的那一面的。你会觉得这个人呢其实是比较诚实的，一旦跟他很熟悉之后呢，他是一个很棒的伙伴。但是不熟悉的话呢，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距离。好，接下来呢，我们看月老还给你怎样的一些讯息。我们来看你们在哪里相遇的好不好？首先我们出现了客厅这张牌卡，那代表着你们是可能在一个很舒适的、温暖的或者是很正式的这种场所里面相遇的。可能有的朋友是
在家庭聚会上面啊，或者是在很舒适的咖啡厅环境之中遇到的新爱情，也有可能是在酒店的大堂。总之呢，是在一个很正式的，但是又充满着温馨能量的地方遇到彼此，也有可能是自己在家里面，然后网络上面遇到的对方。然后变化这张牌卡呢，这张代表着你的感情状态、你的观念、你的人际关系模式都会有转变哦，因为你可能会打开自己的爱情观，你可能会在思想上面做一些调动哦，它会给你一些思想智慧上面的引导，让你看到呢，其实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爱情呢，其实也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不是非黑即白。那么也可能会带你去到你不熟悉的地方，接触到你不熟悉的文化，认识到你自己可能都不太熟悉的一些圈子朋友，他会把你大大方方介绍给他周围的人，并且他也会让你的思想有更多的一些清晰，不要过于的犹豫不决，对这份情感呢放轻松，给予更多的一些决心。他会很快的去给予你承诺的，他会答应你一些事情哦，而且他也会询问你对于这份爱情有怎样的一个需求，你对他有怎样的一个想法，他可能会在心里面好好的记下来，知道你的原则，知道你对爱情的期待是什么，他会给你一些肯定，让你安心，不要有任何模糊的想法了。你们两个人就堂堂正正的谈恋爱，并且可以的话呢，他是想跟你建立家庭的，他是想跟你建立婚姻的，他在跟你进入到爱情之前，他就会向你坦白告诉你，他是想建立婚姻家庭的，他不要随随便便的谈恋爱。如果你们两个人可以磨合的话呢，那我们就一起计划未来，也许我们会共同的去买房子啊，也许我们共同的可能会生活在一起啊，也许我们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共同性，可以看到这份情感会给你很大的一个变化。但是无论怎样变呢，它都会给你一定的承诺，让你看到你们是有机会开花结果的，他是不会随随便便跟你谈恋爱的。盒子这张牌卡哦，代表着你们有可能是在那些有盒子或者是纪念品的地方相遇的，也许你们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是在文具店啊，或者是书店啊，或者是礼品包装店，也有可能是在快递站遇见的。有个别的朋友，也许这个人呢，他是快递员也说不定哦。另外呢，我们这边出现牙齿这张牌卡哦，代表着你们相遇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和牙齿或者是微笑紧密相连的地方。也许你们会在咖啡店，也许你们是在牙医诊所，也许可能是在给牙齿做一些检查或者是保健的一些地方，美白的一些地方，也可能呢，你们互相会去讲一些对于养生啊，对于健康啊，或者是聊一些牙齿美容美白的一些话题哦。你们真的是可以无话不谈，什么事情都讲，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呢，也会给他带来一些新鲜的 idea， 新鲜的想法。他也知道你是一个很关注自我健康、自我身体的一个人，这些地方呢，就让他觉得跟你在一起生活是靠谱的，因为你很懂得照顾健康，不会随时去消耗自己，或者是去消耗自己的青春，去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自己的肉体。他会感觉你是一个可以互相彼此照顾的人。接下来我们出现了飞行这张牌卡，也可能有的朋友是在机场从一个地方飞向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遇到的彼此，也有可能是在旅行之中，或者是在一些关于飞行的节日里面，比如说热气球节啦，或者是航空展览啦，
或者是在一些游乐园享受高空美景刺激的地方认识的。那么飞行呢，也可能代表着交通哦，也有可能是在一些轮船啊、地铁啦，或者是火车上面一些交通工具认识到的彼此。接下来童年的家呢，会感觉可能是和你家离得很近的地方，或者是在你的家乡。这个人也许跟你有相同的童年记忆或者是故事，也许你们都来自比较相近的省份，也有可能是在公园。那我们这边出现了小孩这张牌卡哦，也有可能是在一些儿科医院啦，或者是有小 baby 新生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家庭派对，也有可能是在小孩子满月的派对，在别的小孩子的一些生日派对上面。彼此呢被这种家庭的温暖感所吸引哦，可能你们会在这种充满了孩子的笑声或者是童真的这种氛围场合里面相遇，也可能呢是在这种家庭的氛围里面相遇，当然也可能是在一些玩具店或者是奖状店，充满了小时候美好的这种回忆跟情感的地方。看到你们相遇的地方是蛮妙的，那么这个人他可能会是怎样的一个事业？那么当下又会给你怎样的讯息呢？哇，我们这边今天出现了几张关于小孩子的牌卡哦。也可能你们认识的时候周围是有小孩子的，或者是你们很快就有小孩。好，他的事业呢是在市场研究、数据分析师，或者是关于农业生产人员、养殖技术人员，或者他是歌手、演员、网红、主持人、模特儿，也许是搞文艺的，也有可能他是社会工作者，是帮助社区管理呀，或者是他在做商业咨询、企业管理顾问，或者是在药剂师。看到这个人呢，他应该是有专业的特长哦，说明他的能力还是蛮不错的。而且像社会工作者呢，他也是一个很有爱心、很善良、很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人。所有的这些工作呢，看到都是为大众服务的，可以在医疗方面，可以是在文化演出方面，也可能是在市场方面。我们这边出现了牌卡和解呢，代表着你们之间哦，可能最刚开始不会是一见钟情啊，情投意合呀，两个人是慢慢的发展成为很稳固的情感关系的。也有可能你们在小时候就认识了，可能是同学，然后彼此呢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也许近期又会再一次的相逢，再一次的相逢之后呢，会发现彼此其实兜转转了，真正的是适合大家的情窦又重新初开了，然后慢慢的又开始有更多的在一起，发现彼此成长之后呢，之前是不合拍的人，现在成为了非常合拍的人，你们之间会有更多家庭成长的一些责任，而且你们可能很快就计划着想要孩子啦，你们会愿意承担起互相支持照顾的角色，愿意共同的成长，两个人是有很强的浪漫情感的，是会给予彼此很深的一些爱情罗曼蒂克，很多的一些惊喜，喜欢肌肤之亲，欣赏彼此的一些身体，并且呢也这边出现了一厢情愿的这种爱的牌卡哦，也有可能选择第一组牌卡的宝宝，你们刚开始的时候在一起呢，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喜欢更多一些，刚开始他是把这种爱埋藏在心里面的，然后呢他不会轻易的放弃，他会慢慢的找机会让两个人有更多的一些约会接触，
让你对他有好感，让你看到他优秀的地方，最后他会向你表白的，他是不会退缩的。在向你表白之前呢，他会增进彼此的一些了解，找到你们共同的一些兴趣爱好，确定你是那一个对的人。你们之间的这种缘分还是蛮多样的，之间呢可能会存在着一些不太平衡，或者是有一些挑战的地方，但是你们有解决情感问题的能力，最后呢会建立很稳固很美满的关系哦。两个人是越来越打开心房去 open， 向对方倾诉自己的感觉，不会过于的羞涩，遇到问题呢也不会逃避，更不会去有太多的这种纷争矛盾了，而是呢彼此有很多好的这种情况一起去商量，一起去计划，他愿意去倾听你的一些想法，你也愿意呢好好的听他去说话，没有太多的这种占有欲啊，或者是控制欲，蛮不错的情感哦。月老给你安排的新浪漫爱情是很舒适的，节奏很好。那么接下来呢，还可以看到他对你们的未来保有很大的一个期待，希望你们的关系是充满着激情，充满着甜蜜的。他也希望给你一场很梦幻的爱情。这个钥匙呢，是代表着也许是他的房间钥匙，也许是他的手机密码，也许是他的银行账号，他会非常公开的给你他的一些隐私，他很私密的地方，代表着他其实对你有很强的信任感跟忠诚感。蝴蝶呢，代表着兴奋，他跟你在一起是非常兴奋的，而且每一次跟你相处呢，都会让他感觉心情很好。另外呢，也暗示着你们在情爱肢体上面呢，是会有很强的合拍，是很情投意合，很棒的感觉哦。那这个呢，你当然就懂得去理解啦。为了不被黄标的话，我就不讲的那么的赤裸了。好，他也会送你玫瑰，会送你礼物，尽可能的讨好你，了解你喜欢什么，然后就去做让你满足的事情。他是把你视为与众不同的人的，他也被你的魅力所强烈的吸引着，而且他也会用各种的一种方式，他对你是非常大方慷慨的哟，甚至很快呢可能就会送你钻石戒指啦。那不仅仅是把这种承诺说在嘴巴上面，他对你用钱呢，或者是给你买很多奢侈的东西呢，就是表达他对你的爱意。那么也代表着这个人呢，他并不是一个只懂得甜言蜜语的人，他是会用自己的行动去展现他的真诚，展现对你的爱的。除此之外呢，他还是会晒幸福，喜欢跟你在一起，突然拍一张照片纪念一下这个时刻，纪念我们在一起的状态。他愿意开诚布公的把你发在他的朋友圈，发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面，去展现自己的爱情。也希望呢，他周围的朋友啊、家人啊，对你是认可的，对你是关注的，他没有任何想要隐藏的部分。看来他对你是很爱很爱。当然如果你有时候发一下你们的状态在你的社交媒体上，想必呢他也是会非常开心的。可见月老给你很棒的新浪漫爱情。那么当下呢，他会告诉你哦，在这份情感里面需要去注意什么。圣杯六牌卡，这张牌卡的正位呢，代表着这种怀旧哦。那么逆位呢，代表不要过于沉溺到过去的情感里面，不要把它跟你过去的情人比较，
那重新开始，也希望你在感情里面呢找到内心的平衡。如果说他问你，你之前经历过什么情感的话呢，你千万不要说，你就说你忘记了，过去的就是过去，我们不必要再提。我现在在乎的就是你，我在乎的是我们的未来。这样回答他，他可能会非常的满足跟开心。如果你有时候生气了，告诉他你之前的恋人某些地方做得比他好，他可能就会对这件事情一直记住吧。一直记住的话呢，也许就会耿耿于怀，也许心里面就不爽。所以这一点呢，千万不要去翻旧账，也不要去问他你之前有什么样的一些情感经历大家就去享受当下，去展望未来就好了。另外呢，在感情里面，你不要陷入到过去的这种伤痛和不安，打开自己吧，让新的爱情进入到你的生命之中。星星这张牌卡呢，其实代表着很大的希望，代表着很好的一个心态跟信念。无论过去发生什么，你都相信自己跟未来是非常美好的，也要对当下的爱情呢充满着信心。如果当下你是一个人，现在单身的时候，你就好好的享受你的单身。你的这种享受，这种内心的愉悦感呢，会表现在你的语言、举止、动态上面，其实会散发着一种让人想要接近你的能量。你越是内心的幸福，相信你未来美好，那么你的这份爱情就会越来到你的身边，他越是欣赏你，因为你传递的这种能量呢是非常健康的，是非常积极的。除此之外呢，也希望未来遇到你的新浪漫之后，你们可以去做一些关于艺术方面的事情，去参加一些博物馆啊，去参观一些画廊啦，两个人去听一些音乐剧啦，让自己的生活里面呢增加更多的一些艺术氛围其实会更浪漫，其实呢会爱得更多甜蜜。命运之轮就是请你相信你的爱情会有更积极美好的转折，月老会带给你重大的积极的机遇的，你只要去张开双臂迎接未来就好了。很多事情小事情不要有太多的一些计较，可能有一些当下让你觉得两人想法不同的地方，或者是他做的不够的地方，其实随着时间随着命运给你们的安排，你会越来越大气，你会越来越看到不计较小的总会得到更多，总会得到大的，目光放得更大格局一些，享受生命的话呢，最终你是会开启幸福的美好生活。你只要放下过去的包袱，保持乐观开放的心态，并且相信命运会给你带来最美好的转变跟机遇，这样的一个充满希望跟启示的心态呢，一定会让你自己美美的在人间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月老会给你怎样的新浪漫爱情呢？首先，权杖2这张牌卡可以看到，当下呢，你正在展望未来，正在做很好的准备去迎接新的开始，新的爱情。当下呢，你可能正在思考你的情感未来方向，对于你想要的爱人，对于你想要的爱情，对于你想建立怎样的一个期望目标，自我的爱情观，自我的价值，你正在去进行思考，正在设定更多的一些可能性，更多的自我了解。在自我了解认知之后呢，就会对周围的人事物去做一定的选择，去做一定的分析了。这是非常好的，代表你已经抛下了过去，无论过去有过怎样的一个经历你都不再去怀旧，不在现在过去的一些情感捆绑里面。但是目前虽然你正在清晰的去做一个认识，不过过去还是有一些情感的包袱跟束缚，或者是一些旧的思想规则捆绑着你。
这个呢是别人带给你的，也许是社会上面的什么三从四德呀，或者是先成家再立业呀，或者是到了一定的年纪，30岁之前就一定要有小孩，那就一定要结婚等等的，可能周围的一些对你的期待，对你的一些规则，婚姻规则、爱情规则正束缚着你。不过好的是呢，当下的你正在去做自我的一些觉知，当你更多的了解自己之后呢，你就会摆脱情感思想上面的一些捆绑，你就会克服一些过去的心理障碍，让自己真正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跟快乐。因为每个人适合的恋人都不一样，每个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对待爱情的需求也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都是同一个规则，都是同一个爱情理论的话呢，那幸福的人寥寥无几。因为不能把别人的这种对人生梦想的帽子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你正在去珍惜自己的价值观，珍惜自己的原则，不让任何人或者是任何大众的一些规矩去破坏你自己的自尊，你自己的想法了。当下呢，你会越来越清醒。那么看到在自己越来越清楚自我想要的幸福之后，你的爱情很快就会出现哦。很可能是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2个月左右的时间，会遇见自己的新浪漫，也有可能是在8天。因为宝剑呢，在我们的塔罗牌里面呢，它是风的能量，它的速度是最快的，有可能这边数字是8，是8天之内，也有可能代表的秋天，因为剑呢也是秋的丰收季节。我们这边出现宝剑7的逆位哦，有个别的朋友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也许你已经遇见了你的新浪漫爱情了，你们正在慢慢的沟通之中。当下呢，正在慢慢的熟悉彼此，可能进展的并不是很顺利，毕竟呢，思想是有一些距离的，毕竟呢，三观是有一些不同的，或者大家还没有进入到一个非常真实坦诚的地方，有各自的一些隐藏啊，有各自的一些防备啊，正在去审判对方这个人合不合适啊，要不要有更多拓展，或者是对方对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意，有没有足够的喜欢呢？正在去慢慢的做一些熟悉，去递进彼此的认知，这是很好的一个态度哦，不会慌张，不会急躁。单身的时候呢，好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做更多让自己开心、愉悦或者是喜欢的事情。那么慢慢的去摆脱思想的束缚。如果遇到心动的人呢，就可以主动的给对方一个机会去沟通，去认识彼此，你也想要去好好的展现自己，这个是比较好的。好，那么月老告诉你，他给你派的新恋人、新恋情是怎样的呢？我们现在就来揭秘。有几条讯息哦。好，首先这个新恋人哦，他很可能是一个非常注重感觉的人，他不会很瘦，身上呢是有一点肉肉的，或者是他的肉呢比较紧实，还是喜欢户外活动啊，喜欢锻炼啊，喜欢一定的一些运动哦。他的个子不会很高，应该是标准身高或者是标准身高以下。他的星盘里面呢，水能量、土能量是带的最多的，也有可能他是巨蟹座、天蝎座、双鱼座、金牛座、处女座或者是摩羯座。当然，请参考月亮、太阳、上升星座，巨蟹、天蝎、双鱼、金牛、处女、摩羯。
看到这个人，他肯定不是一个急性子，他也不是一个行动派，有时候呢是有一些拖延，有时候呢是有一些犹犹豫豫、慢慢腾腾的，不是非常的果断哦。但这个人的情绪呢，还是来得快去得快的，比较敏感、情绪化，但是骨子里面是很浪漫的，是一个充满梦想、想象力的浪漫主义者。他为人呢非常的亲切，很关心自己，也关心别人的感受。他会尽可能的去站在别人的角度上面去做一些思考，做一些分析，而且他不是很现实主义哦，他更多的是倾向于用内心的感受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跟梦想。遇到自己心动的人，最主要的就是第一眼可能是第一次接触的感觉，那么对了的话呢，整个人都对了，无论对方是怎样的性格，感觉对了，那就是很好。即使对方可能很有金钱，或者是家庭条件非常好，非常大方，但是跟对方没有感觉，不来电的话，他也是会去拒绝的。不是一个想占别人便宜，或者是有太多心机的人。可能讲他有比较自己大大咧咧的那一部分。另外呢，他会懂得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是不会太过于的固执，愿意放下对控制的执着，接受任何的一些变化。他是愿意去接受失败、挫折，然后去做反省，然后去总结，从而去改变自己的想法的，是一个比较谦虚也爱学习的人。不代表他的文化文凭很高啊，但是呢，他是愿意不断的去进修自己的想法的。可能他也有不爱读书、不爱去学校的部分，但是头脑呢还是灵活，接受度、悟性是比较高的。权杖4这张牌卡可以看到，他呢应该长得不错，而且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会打扮自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或者是很帅气的。朋友很多，因为呢他重情义，所以跟人又有比较好的一种亲切感哦，也不会有太多自私的想法，是比较大气宽容的，所以有一定的人气。而且再加上呢，他注重自己的名声，希望周围的人呢都是喜欢他的，都是尊敬他的。如果可以的话，崇拜他是最好啦。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他会在乎别人的评价，在乎别人的眼光，那么他一定会让自己光鲜亮丽，不喜欢受到别人的指责，或者是他喜欢的人如果排斥他、拒绝他的话呢，他心里就非常的难受。所以在他大胆表白之前，他一定多多少少是有一段时间跟对方去接触了，大概觉得可能这个人呢对他也是喜欢的，他才会去做大胆的表白，不然就太尴尬了。然后我们这边出现了小孩子，就你跟他在一起呢，感觉到非常的单纯可爱。你们两个人呢，应该是两小无猜的感觉哦，是在一种很天真、很简单、很浪漫的关系之下建立这种情感的联系的。他希望跟你之间不要有任何的一些杂念，大家呢就是以爱为爱，而不是因为到了年纪该结婚啦，而不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你们合适啊，而不是因为可能你的外在条件啊，就是单纯的喜欢，想要跟你在一起。其他呢，我们在磨合，我们在看。然后这边出现了女生这张牌卡哦，有可能要么即使他是男生的话，他也有母性的这种关爱，也懂得体贴照顾人、保护人，或者是他喜欢烹饪啊，喜欢打理家务啊。总之呢，他身上是有一些女性的特质跟修养的，或者是他比较礼貌。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代表着你们之间的认识，也许是通过一位女生介绍的，有可能她是一个女生的朋友，或者是你们一起认识的是跟这个女朋友一起的时候，然后认识到的这个浪漫爱情者。那么最近呢，你也
想要脱单的话，可以给自己比较玩得好的女朋友或者是女同事、同学，给他们讲，如果他可以帮你审核一下身边有没有单身的人呢？如果有的话呢，可以介绍介绍，联谊哦，说不定通过他呢，是会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缘分的。所以最近呢，可能身边会出现一个比较重要的女生，她可能是你未来的伴侣，或者是对你有着比较重要影响的人。这个人是温柔的，是善良的。好，接下来我们出现了房子这张牌卡，代表着家庭感、安全感和稳定。要么这个人他会给你很安心，想要跟他成家的感觉，要么呢，你们就是在一个舒适有安全感的地方相遇的，也有可能是在家里，或者是在朋友的家里，或者是在某些比较方正的室内环境里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边出现虚伪的人哦，跟这个偷盗者这两张牌卡就有点寓意深长了。也许你跟他认识的时候呢，彼此都有一些隐藏、隐瞒，大家可能过多的包装自己，在一段时间之后，才慢慢的揭下自己的面具，开始心与心之间的对话，或者是在他面前故意显现的自己好像，也许你家庭条件很好，你在他面前呢显现的你很穷，你不是很好的事业，家庭条件也不好，你不希望因为你外在的一些光环他喜欢上你，所以多多少少呢，可能这里面会有一段时间，或者是刚开始的时候，你们是有一些隐藏身份的，不希望有的人用一种有利可图的状态去偷走你的心，你会有一定时间的保持警惕，也有可能你们认识在一些夜场、酒吧、娱乐场所，也可能是在一些很有 party 的地方，因为我们这边出现派对这张牌卡，也可能是在一些夜总会啊、酒店啊认识的，所以刚开始认识的这个地方呢，并不是很靠谱，那么多多少少去装一下是比较容易看到真心的，去考验一下彼此。那么我们这边出现了海洋这张牌卡哦，可能有的朋友呢是在海边，或者是在旅行的时候遇到自己的新恋人的，也许在自己海滩散步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啊遇到的彼此，也有可能是在自己购物的时候，在一些比较热闹的场所，在商场里面，在自己买衣服的时候，逛街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在餐厅、咖啡厅，或者是一些美食节上面，也有可能是在享受美食文化的地方，或者是烹饪的学校，也有可能你们对同一种料理是特别喜欢的，也有可能你们在一起之后呢，会去尝试很多新的食物哦。两个人的兴趣爱好很多都是比较相同的。赤裸裸的这张牌呢，有可能是在温泉或者是一些沙滩派对上面，也许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大家都是比较开放的，可以真诚的交流的。当然也有一些裸体派对、裸体沙滩了，这是要看你生活的一些地方哦。总之呢，应该是在一些比较，要么就是公开的这种热闹场所里面，要么呢可能就是在室内的一些迪吧、欢快音乐的地方。比较奇妙哦，就是认识的这种氛围呢，还是蛮欢快的，蛮愉悦的，充满着这种荷尔蒙、激情、兴奋感。那么这个人的职业呢？他的事业很有可能是机械工程师、土木工程师，或者是装修设计、机械维修人员，也可能是测试工程师、系统工程师，有可能是在工程师这一方面有自己的专业，
或者是在秘书、空服员、导游、游览人员、服务员这方面，也有可能是在做旅行、餐饮啊、旅游啊、酒店服务人员啊、民宿啊等等的。那么我们这边还出现了一张白卡白卡也许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辞职了，刚好在休假之中，不知道下一个工作是什么，反正先完了再说。也有可能他刚大学毕业，还没有想要去找工作，也有可能他在想要去进修，或者是他在家工作，也可能他只是在做一些兼职，当下还没有固定的一些事业。无论如何呢，可能是一个灵魂还比较自由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看月老还给你怎样的一些讯息。我们这边有一张牌卡，好好笑，鲜肉，让我想到了小鲜肉。说不定这个人他的年纪是比你小的，也有可能他真的像一个孩子一样哦，是比较单纯，有时候呢是比较幼稚的，没有太多爱情的经验技巧。也有可能他是你没有预想到的恋爱对象，可能他对你的爱情就像新鲜肉一样，意味着他对你充满了好奇跟兴奋感，也有可能是你对他感觉像是他注入你生活的新鲜血液一样，给你带来很强的吸引力。然后你们两个人是有很多的调情，很多的浪漫的，而且两个人呢还有比较强的治愈能力。这一个人应该是你的灵魂家人哦，你们会有相同的爱情功课，你们会治愈彼此，而你们也会让彼此有更多的一些成长，更多的一些觉悟。首先呢，可能是要么你们是门当户对，原生家庭相同，或者是你们的原生家庭都有相同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创伤，彼此呢可以更好的理解对方过去的一些创伤，或者是进入到对方的内心世界里面，通过互相的支持理解，你们共同走向这种治愈的道路，然后帮彼此从过去的伤痛里面获得更多的释放，获得更多的康复。那也有可能呢，你们在情感里面有一个人最先是有比较强的占有欲的，是很容易吃醋啊，很容易嫉妒啊，很想要知道对方的跟谁在联系，有没有脚踏几只船，有没有其他的暧昧。而另外一个人可能比较强势想把这份爱情锁定，另外一个人呢，可能就是更多的跟随听从对方的安排，可能会把对方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然后自己呢就配合，而忽略自己的一些需求跟愿望。最刚开始呢是感觉我自己牺牲了没有关系，让这份情感更加的美好，但是久而久之，总是一个人在使劲的拉，而一个人呢在使劲的压抑，所以有一天这种情感就爆发了。爆发了之后呢，就出现了爱情的危机。在危机两个人的争吵之后，也许就有一段时间的不见断联拉黑，或者是会发一些小孩子的脾气啦。但是发完这种脾气之后，情绪过了之后，伤心之后呢，会看到自己身上的错误，这份爱情放不下，最后又找机会复合，找机会沟通。两个人呢，可能会看到你们之前爱的太过于的激烈跟兴奋了，会有一点恋爱脑了，
但是两个人没有做很多清晰的沟通，产生了一些误会，误会就过去吧，就没有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真正的没有好好冷静的理智的去对待这份情感，滋润彼此，有更多的一些包容。真正的又在一起之后呢，好好的去做分析沟通之后，发现两个人其实都成长了，成熟了。因为这一次比较大的分裂之后，让你们可以有更多爱情的技巧，有更多的一些突破，然后成为又很亲密的关系。就说我们就不要复合吧，我们先成为好朋友吧。结果这种好朋友好不了几天，就又雨过天晴，情投意合，干柴烈火了。所以这份感情呢，是有一些轰轰烈烈的，是有一些很强壮的能量所在。我感觉得到一些摩擦，我感觉得到一些冲突，但是也感觉得到彼此互相的学习，彼此互相的原谅。你们也会不断的去抛去过去的一些包袱，然后向前看，共同的成长，共同的进步。最刚开始呢，可能会先爱对方，而不去在乎自己。后来开始学习，其实真正美好的爱情是先让自己享受这份爱情，先让自己很幸福之后，然后把这份快乐幸福带给对方，而不是任何的这种占有，不是任何的这种捆绑。所以在这份情感里面呢，大家都会去独立的让你们达到一个平衡，让你们互相彼此有更多的一些自由。而越走呢，越坦诚，越开放，越支持大家共同的期望跟这种意向，你们会有一种比较独特的情爱表达方式，来让你们的感情继续前行。最刚开始可能会是朋友，但是慢慢的就走到这种情爱的道路上面来了。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感情是非常值得等待的。出现了这么一个人，给予你很好的激励，给予你更多的爱情技巧。那月老告诉你，可能选择这一组牌卡的宝宝，新的这份浪漫爱情呢，不是每一个人最终都是开花结果，进入到婚姻百年好合的。但是在这份缘分是好的，是会让你终身难忘的，是会给你很多的一些引导，会让你变得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美好，更懂得珍惜自己的幸福，更懂得先爱自己，尊重彼此。那么在当下呢，你需要准备的就是遇到自己心动的人，不要冲动，而是好好的去了解，不要因为一时这种激情就在一起了，最后剪不断理不乱而是先去评判是否是合适的。如果是的话呢，那么足够喜欢的话就果断一些，即使遇到困难了，两个人沟通，坚持的往下走，不要动不动就说分手，不要动不动就说你不喜欢我啦，我不喜欢你啦，你我，而是多用我们这一个词，我们一起来解决吧，我们一起努力吧。多说我们这个词会比单单说我或者是你要好很多很多倍决定好之后，那就一条路走到黑，最终呢，你是会收获幸福的，你是会有很多的成长的。另外也告诉你，在情感里面要保持冷静，要保持理智，不要争吵，不要有任何的冲突。吵架是不会给自己带来情感上面任何的一些价值的，而且有时候讲气话呢，那些也大可不必，拉黑也大可不必。在感情里面，最主要的是你有让自己更加美好吗？你有让自己更加阳光、积极、乐观吗？对方有让你学习到更多吗？如果都没有，在这份情感里面，你越来越丧，你越来越悲，越来越消极的话，那就赶紧离开，好吗？
希望你呢可以拿得起放得下，希望你在爱情里面呢可以结束，可以转变，可以升华，可以去立刻做很多重大的改变，并且也希望你相信，无论如何，月老给你的新爱情是会让你去从中升华学习的，你会有满满的收获，你会建立更加幸福的能量。一定不要觉得宇宙在跟你对抗哦，一定要相信宇宙会给你最好的，坚持这份信心，也相信你自己是最美好的，你值得好的人，你值得别人宠爱，一切都是值得的。坚守这份信心，你就会幸福、满足、美满。那么当下充满希望的期待这份爱情吧。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记得点赞哦，记得留言，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月老给你怎样的新浪漫爱情呢？首先，权杖3这张牌卡看到你正在为未来做更多的准备，并且你已经准备好了，开始展望你的未来。你已经知道你想要怎样的恋人，你想要怎样的一个爱情，并且呢，你也在做一些具体的行动哦。你去扩展自己的社交圈子，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是呢，你也在网络交友平台上面去展现自己。你知道新的爱情应该会来了，你正在等待一个好的时机哦。其实内心呢多多少少是有一些自己会越来越幸福，那自己是很开心的一个状态，你想把这种开心的分享给你的伴侣，你是希望呢锦上添花的。宝剑6这张牌卡看到你已经离开了痛苦或者是困难的时期了，你正在迈向更好的未来，人生呢是在进入到更好的一个阶段里面。在爱情方面呢，你已经从过去的感情伤痛啊完全走出来了，你开始想要去寻找一段更加稳定和健康的关系，你想要建立持久的爱情了。你知道爱情呢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或者是初几次见面的时候有心动感觉的人，那么大家呢是有生理上面的吸引力的，此外呢还是又像知己又像朋友一样，任何事情都可以沟通，可以一起去玩乐，可以一起去活动。所以你开始学会在过去的经验里面寻求获取更多的一些教训，然后准备好进入到新的爱情关系里面。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你不会再一次轻易的放弃，或者是错过缘分，或者是就转身离开了，你是可以留下来去克服这些情感障碍的，你更加坚定，更加的有勇气。权杖7这张牌卡的逆位呢，有暗示选择这组牌组的宝宝哦，你们有的人可能已经遇见了自己有感觉的人，只不过你还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适合你的，好像有一些力不从心，没有那么多的激烈，有一些失望，或者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当下呢，你可能会想要重新去评估一下这个人，重新评估一下这个感觉了。同时也提醒自己，遇到好的幸福就要去抓住，遇到不好的就要果断的放弃。内心呢其实是比较坚定的，代表着你已经为未来做好准备，走出过去的阴影了，准备迈进到一个新的爱情关系里面，你也会更加的有信心哦。那么在看到这个占卜视频的3个月至7个月内，你应该就会遇到你的新浪漫爱情，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就是最快的6天，因为宝剑这张牌卡呢，它是塔罗牌里面风的能量是速度最快的，那边出现6，那有可能是6天6个星期。那究竟怎样的浪漫爱人会到你的身边？你们又在什么地方相遇的呢？我们来揭示一下吧。我们抽取到了怎样的牌卡？旅程，可能
你近期是不是要有一些短途或者是长途的计划啦？你是不是要去旅行啦？有的朋友呢，你可能是在旅行的地方认识到你期待向往的爱情，转角遇到爱。那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在金融方面，因为这边出现了意外之财哦，就是你可能突然遇到了你的真爱，而且这个真爱呢，他为人很好，你捡到宝了，就像突然发财一样的，突然获得了自己的幸福，突然获得了爱情的好运跟机会，意想不到的爱情，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突然间遇见的，它让你心动不已，它给你带来这种惊喜，给你带来了喜悦感，让你的生活更加的美好，更加的丰盛。所以呢，你下一个浪漫爱情哦，是你期待的，甚至远远超过于你的期待，月老给你很大的一个惊喜。也有可能你们是在一些有金融的地方认识的，那等一下我们具体来看。好，你们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距离啊，或者是有一些失望啊，或者是有一些挫折，有一些挑战，但是没有关系哦，你们会彼此互相珍惜这种机会。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自己真心很喜欢的人，那么一定要克服万难，不能轻易放弃。你们会给予足够的决定跟承诺的，大家在这份关系里面呢，都是公平公正的哟，都是互相支持的，都是很平衡的。对方对你有多好，你就会回馈多好；你对对方有多爱，他就有多爱你哟。会两个人一起去面对你们的困难，你们的爱情挑战，大家都会勇敢去追求这份爱情，并且会建立很成熟的稳定的关系，都是全心全意的投入跟经营。很有可能呢，你的新浪漫爱人他是一个直男，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他就比较简单，可能有时候是比较直杠杠的，很有活力，那么不是一个特别细心敏感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没有办法照顾到你的情绪，但是呢，他会尽可能的给予你行动上面的表示，让你看到他的真心。他也许不是有很多的甜言蜜语，但他总是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你的身边，在你希望他为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他都会尽可能的去做。如果他做不到的话，他也会去尽力而为，他不想留下任何的一个遗憾，他希望可以成为你的良师益友，成为你的依赖者，成为你的保护者，希望给予你足够的安心跟稳定支持。那么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呢，代表着她是很坚强、独立、勇敢、强大的，她不会很撒娇啊，或者是显得自己很柔弱啊，她是有一定的承担能力的，而且也是一个很有个性、敢爱敢恨的人，这一点很不错。那么这张牌卡还可能代表着，也许你们会有的朋友可能会通过第三方一个男生认识到自己的恋人哦，可能这个男生介绍的，可能这个男生的朋友，所以会有其他的人，也可能是你们之间有共同的朋友，或者是在一起之后呢，有一个朋友会在你们中间一直来帮助你们，一直给予你们力量，一直肯定你们。当你们出现矛盾的时候，他就在中间做和事佬，传递一些很好的话语，所以也代表着你们会有共同的朋友，即使现在没有，就是认识的时候没有，那么在一起之后呢，也会认识新的朋友，而这个新的朋友呢，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一些价值，或者是很希望你们可以百年好合。那么当下也记得跟他的朋友们也都处好关系，绝对是对你有利的，好吗？好，我们这边呢还出现了权杖10，以及五角星女王，以及权杖5这张牌卡，可以看到你的浪漫恋人，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壮实的人，
身上的肉呢是比较紧的，可能他喜欢运动，可能他是有一定的力量，他应该不是那种很柔弱或者是很精瘦的身材，他是可以抱起很多的木材的，他是可能喜欢户外运动啊，或者是登山远足，喜欢健身的人，他应该具备那种健康的丰满的体型，而且身材应该是比较匀称的。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呢，那么她应该就是比较丰满的这种女性魅力。男生的话应该就是很强壮的这种体魄了，他应该是有一定的抗压能力，这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人，他可以为了让自己的爱人可能家人舒适而承担起所有的责任，家人可以在家好好的生活，他自己在外面挣钱都没有关系哦。即使她是女神的话呢，那么结婚之后，如果男方挣的钱没有自己挣的多，那么自己出去挣钱，男生在家带孩子，他也是 OK 的，就是很勇敢、很有力气的人。可以抗压，有时候呢，可能任何事情都是自己承担。另外一方面，他可能也是比较孝顺的，而且也是很稳重的，很实事求是，也比较体贴踏实的一个人。他比较重视实际的一些问题跟现实的一些需求，追求爱情的质量、生活的品质，而不是数量。他希望自己可以获得足够的成功，有一定的野心，银行里面有足够的存款，让自己安心，让家人安心，不希望自己的恋人跟着自己吃苦，也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呢没有办法受到好的一个教育。他是非常关心周围自己爱的人的幸福的，而且他不会幻想哦，他不会光说不做，他是一个行动派，他的行动能力其实也蛮强的，有好的想法他就会去行动。有时候呢，虽然有一些固执哦，但是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行动能力，他的努力，他的上进，他的勤奋，他是一个潜力股，未来呢确实可以创造很多的财富，而且他也不断的会去学习理财啊，会去学习金融知识，会懂得一定的节俭，会懂得钱生钱，不想浪费金钱。比如说他买衣服的话，他不会买一大堆衣服，而是花很多钱买一件高质量的衣服。他的衣柜里面呢，几乎都是高质量的衣服，衣服不多，但是呢，都讲求质量，活得很清醒明白哦，很懂得用钱。好，另外呢，他也是一个越挫越勇型，跌倒了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继续往前，总结经验就好了。这一点从性格上面来看呢，是蛮有竞争能力的，而且他也很积极的进取，有一定的竞争心，也不断的去学习。如果有谁欺负到他的朋友，欺负到他家人的话呢，他一定会站出来的，一定会跟别人抗衡，是一个不懦弱的性格，比较刚。无论是男生女生，你都很喜欢，身边的朋友呢都蛮欣赏他的。但有时候呢，可能他也会有一些脾气哦。一般来说是不会发脾气的，但是一旦超出他原则的事情，一旦让他发脾气了，就很难收拾。大多数时候他都会比较控制，所以你在认识你的新恋人的时候啊，一定要先知道他的底线是什么，他的原则是什么，然后你不要去碰触的话就好了。任何事情两个人共同沟通就好了。他这个人还是蛮不错的，很与众不同哦，但是呢又比较靠谱踏实。他的星座他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来看。那么他的星座呢，很可能是
火象星座或者是土象星座，因为它的星盘里面火的能量跟土的能量是最强的，所以有可能是白羊座、射手座、狮子座，或者是金牛座、处女座、摩羯座。当然，请同时参考月亮、太阳、上升星座。他的工作有可能是记者，或者是在做自媒体，或者是在做摄影、拍摄、主持，也有可能他是护理师，也有可能他是公务人员、行政人员、警察啦、消防员啦等等的，也有可能呢他是在政府工作、办公大楼工作，也有可能是在银行职员、财务出纳、记账人员、搞金融的。也有可能是咨询或者是网络工程师，有可能是游戏开发、制作工程师。按理来说，他应该有自己特定的一个技能哦，是凭着自己的专业技能吃饭的人。我们这边出现了工作这张牌卡，好。那么有可能你们是在工作场所遇见的爱情，是在办公室啦、公司活动啦，或者是你的客户啦，或者是你的同事啊，或者是在公司聚会的一些地方，也有可能是去进修、开研讨会等等的。然后是通过工作，然后发展出的友情，然后慢慢从友情递升到的爱情。也有可能你们是在做同一个工作项目，或者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同事，因为某种事业的合作关系而慢慢的发展成为的爱情。那我们这边还出现了金钱这张牌卡，可能就是在银行啦，或者是一些投资的会议，或者是在一些理财咨询中心，也可能是在一些讲房地产贷款购买的一些活动上面，金融的一些理财活动上面，也有可能是跟别人共同探讨一些财务目标、利益上面，然后认识的逐渐发出来的这种情感哦，或者是在自己理财的一些课程上面遇到的人。总之呢，你们可能有相同的一些金融兴趣而建立的关系。好，我们这边还出现了水流，有可能是在一些有水的地方，比如说河流啦、湖泊啦，或者是海滩边上啦。也有可能是在有火的地方，比如说篝火晚会、烤肉 BBQ， 或者是在餐厅，在一些露营地，或者是篝火晚会上面遇到的人。那或者是你们认识的人周围是有水的，要么就是有火的，也有可能是通过手机通信认识的，比如说社交媒体、网络聊天平台，或者是朋友先给你们互相的一些联系方式，你们先联系，慢慢的通过电子邮件啦，或者是通过电话短信啦，网络通信啦，然后开始建立的联系，发现彼此算是比较志同道合的人，可能是聊得很来的，就觉得这种吸引力蛮强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你们的缘分。很好的消息哦，你的新浪漫恋情很可能是你的正桃花，你们有可以进入到订婚的这个步骤里面去哦。首先，两个人之间是一种很轻松、很放松，而且很开放的这种互动模式，就是有一种暧昧，有一种调情，有一种比较强的吸引力跟完美，可以跟他眉来眼去，可以跟他肆无忌惮的开玩笑，或者是暗示彼此一些强烈的兴奋感、吸引力的一些话语哦。总之呢，你会觉得跟他不需要任何的伪装，不需要过于的硬，过于的要保持距离啦，要想想如果自己是女生的话，不要太过于的随便大大咧咧啦。实际上没有哦，即使你是女生，你跟他在一起，你都觉得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时候反叛一些，他都无所谓，他就是喜欢你的真实。而且你们彼此呢，就是越坦然越直接，大家觉得越轻松自在，都是比较自由的一个性格。而且跟他在一起会有比较强的化学反应，有时候呢会有很多暧昧的一些信息，而且大家呢都是一种两小无猜的很快乐的感觉哦。看得出来你们彼此有很强的性吸引力，身体上面的吸引力也是很强，随时都是牵手啦、抱抱啦、亲吻啦，在一起就是腻腻歪歪的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的多，而且两个人有很多心与心之间的对话，你们在心灵、精神上面都是有深度的连接的，充满了情感的分享跟理解，两个人是有比较强的情感地基的，大家都可以走到彼此的内心世界里面去。也许你有些从来没有对别人讲的一些隐私的话呢，你都愿意跟他讲，你不想要去隐瞒他。即使有时候你们可能聊到过去的爱情，他都无所谓，因为你们之间没有那种很吃醋、嫉妒或者是控制、占有的这种心态，或者是这种想法跟行动，大家都是给予彼此很多的信任、自由度，会觉得这种自由度跟自己单身的时候自由度是一样的，不要有太多的一些忌讳了，也不要有太多的一些包袱。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还没有自己一个人在一起开心的话，那干嘛两个人在一起呢？这一点上面大家想法还是比较通透的，都愿意单纯直接开放的去聊，合适的话就在一起，不合适就不在一起呗。但是总比压抑自己的情感要好。其实反而大家这种很通透的状态，让你们更容易进入到彼此的世界，更容易去懂对方，不会有太多的误会，任何事情摊开了聊。如果我在你面前赤裸裸的，但是你不喜欢的话，那是你的问题，我们就不要在一起了。其实大家心态特别的好，而且也愿意去接受彼此身上的优点，彼此身上的缺点，也会有足够的一些包容度。我们这边出现了肌肉男这张牌卡，代表着他是一个能力者，他是可以被你所依靠的，他应该有比较好的一个条件，他也愿意把肩膀拿给你靠，他也愿意给予你照顾，给予你保护。也有可能呢，他是很欣赏你的勇气，你的自信态度的，他也觉得你是一个很坚持自我，很有上进心，重视生活质量的人，对你的人生，对你的身体也都是一个积极的态度。也许你也是一个喜欢健身的人，那么未来呢，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一起去找到共同喜欢的运动、兴趣爱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他非常的喜欢你，他也欣赏你的决心跟你的毅力，他也欣赏你的竞争精神，不服输，不轻易的退缩，是很有力量的。而且他欣赏你的智慧，欣赏你对文化的热爱，或者是你喜欢读书或者喜欢音乐啊。总之呢，你是有一些方面让他觉得很欣赏你的见解跟思想的。你们会进行很多有意义、有涵养的对话哦，不是只是聊八卦、聊天气啊。总之会去促进对方在思想上面有更多的一些拓展。大家呢都是会去倾听彼此的想法，会有什么不懂的都去问对方，然后自己可能学到的一些新东西呢都会传递给对方，一起去学习，一起去成长。你们可能是相同的性格，你们可能有很多感受都是在同频率的，两个人的能量是比较相合的，喜欢的也许是一样的，比如说喜欢吃什么东西，大家可能
都比较相同，不喜欢吃什么可能也是比较相同的，很容易聊到一起去，很容易感同身受。而且他也很欣赏你的温柔，欣赏你的关怀，欣赏你的善良，欣赏你对别人的照顾跟关心，你是有一定的付出精神的。这一点呢，他觉得跟他很像，都是很善良很可爱的宝宝。你身上的很多特质跟价值观呢，跟他都是不谋而合，两个人没有太多需要磨合的地方，这个很好哦，真的就是一拍即合的状态。那么当下呢，月老希望你去注意一些事情哦，即使你们两个人再合再自由，还是要有一定的爱情技巧，好吗？任何的爱情都是需要去滋润的，不能永远都是非常乐观的放任的。有时候爱情呢就像风筝一样，时不时的还是要拉一拉线，时不时的还是要看一下这个风筝会不会太远啦，这个线呢容不容易断，其实更好的。但是呢又不要太过于的努力了，就不要太过于的乐观，不要太过于的努力，因为就像这一把沙子一样，你抓的越紧的这个沙子，它漏的就越快。但是你就是轻轻的把手摊在这里，那么它的沙子呢就不太容易漏。你只要的慢慢去滋养它，你只要的投入这份爱情里面，然后充满着耐心。有时候呢，也去给对方一些惊喜，给对方一些礼物，给对方一些欣赏美好的表达，而不要对这份爱情过于的焦虑着急。顺其自然的步伐就会让你们更多克服内心的怀疑跟恐惧，让你们寻找到内在的光明跟希望的。你要相信你自己配得上美好的幸福，你自己本身就是幸福的，离开了谁你都可以非常幸福的生活。越是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呢，你越会让自己的爱情足够美好，足够完美。总的来说，宇宙希望你为新爱情做好准备，而这个新的爱情呢，只要你平衡、舒适度合适的话，你们完全可以进入到开花结果、订婚、结婚的仪式里面去哦，非常棒！正桃花、正缘正在等待着你。那么当下，请充满期待吧。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记得给这个视频留言，记得点赞呢。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